丽景村的诡异往事。大家好，我是勇爸勇妈讲故事。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发生在香港的一个地方，丽景村。如果你住在香港，或许对这个地方并不陌生，但你知道吗？这里曾经是一座医院的旧址，而且这间医院的历史相当骇人。这间医院就是旧丽景医院。旧丽景医院的过去，旧丽景医院原本是一座结核病疗养院，后来才改为精神病院。在那个年代，医疗技术有限，许多结核病人无法痊愈，最终死在这里，而精神病患的遭遇更是令人不寒而栗。据说当时的治疗手法极为残酷，有些病患甚至被实验致死。这些冤魂据说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。随着医院关闭，这里被改建成丽景村，但那些发生在医院里的悲惨故事似乎从未真正结束。搬进丽景村的第一晚，几年前我因为工作关系刚搬来香港，透过朋友介绍租到了一间便宜的公屋单位。这里的租金远低于市场价格，对于刚来香港打拼的我来说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。搬家的时候，邻居们的态度有些奇怪，他们看着我时表情好像有些犹豫，像是想说什么却又不敢开口。但当时的我完全没多想，只觉得可能是我这个新住户让他们有点好奇罢了。没想到从搬进来的第一晚开始，我就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，奇怪的脚步声。当天晚上，我刚收拾好房间，躺在床上滑手机，时间大概是晚上11点左右。正当我准备睡觉时，我听见星星哒哒哒，星星的声音像是有人赤脚在走廊上慢慢地走动。我本来没多想，以为是邻居夜归，但奇怪的是，这声音来回走了十几分钟，却始终没有停下来。而且脚步声怎么听起来这么沉闷，像是湿漉的。我心里有点发毛，忍不住凑近门边，透过猫眼往外看，但走廊上什么都没有。难道是听错了？我摇摇头，安慰自己别胡思乱想，然后回到床上睡觉。但没过多久，我又听见了星星哒哒哒，星星的声音，这次它停在了我的门口，门缝下的影子。我咽了口水，这次不敢去看猫眼，而是躺在床上盯住门底下的门缝。门缝下慢慢地出现了一道黑影，这道影子静静地站在门口一动不动。我心跳加速，屏住呼吸，完全不敢动。几秒钟后，门外响起了一个奇怪的声音，呵呵呵，像是一个女人在轻声笑。她在笑什么？她是谁？我浑身僵硬，连动一下手指都觉得困难。但更可怕的是，门锁开始自己转动了，咔咔。仿佛有人正在试图打开我的门。来自病房的声音，我猛地从床上跳起来，冲过去死死压住门把，让门无法被打开。门外的声音停了一下，然后我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隔着门缝传了进来。你看到我的病房了吗？病房。我脑袋一片空白，整个人瘫坐在地上。这时，门外的声音忽然变得极其尖锐，开始用力拍打住门板，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。砰砰，门剧烈地震动着，彷佛随时会被撞开。我惊恐万分，颤抖着抓起床头的佛珠，紧紧握住嘴里，不停念着阿弥陀佛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门外的动静终于消失了。我呆坐在地上，浑身冰冷，满头冷汗，直到天色渐亮才敢稍微松一口气。隔壁邻居的忠告，当天早上我无精打采地走出门，正准备出门上班时，隔壁的邻居突然开口：你昨晚听到了吗？我愣住，迟疑地问：你是说什么？邻居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压低声音说：如果你听见他在门口笑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我全身僵硬，颤抖着问：你知道那是什么？邻居深吸了一口气，脸色惨白地说：你住的这个单位
当年就是旧丽景医院的病房位置，而那个女人可能还以为她自己还没出院。我整个人瞬间如坠冰窟，我听着邻居的话，脑子一片混乱。这间公屋的单位竟然是旧丽景医院的病房位置，那昨晚在门外的女人到底是谁？更重要的是，她还会回来吗？恐怖的电梯。当天晚上，我加班到很晚，回到丽景村时已经接近凌晨。我走进电梯，按下楼层按钮，准备回家。电梯门缓缓关上，但就在门快要完全闭合的瞬间，我的眼角瞥见了一抹红色的衣角，就像是有人站在电梯外面，但却故意不进来，只是站在门口。我心头一紧，整个人僵住，不敢抬头看。可能是视觉错觉，应该只是错觉，我不停地告诉自己。但下一秒，电梯内的灯光忽然闪烁了起来，接着叮的一声，电梯竟然自己停了下来。更诡异的是，这根本不是我住的楼层。病房走廊在线，电梯门打开，映入眼帘的景象让我呼吸瞬间停止。门外不是熟悉的公屋走廊，而是一条旧旧的长廊。两侧的墙壁斑驳发黑，天花板上挂着闪烁不定的白炽灯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消毒水味。更诡异的是，走廊两旁的门全都是病房门，上面还挂着一些早已褪色的病房号码牌。这不是丽景村，这是旧丽景医院。我的心脏狂跳，立刻伸手猛按电梯按钮，想让门关上，但电梯内的灯忽然熄灭了，四周陷入一片死寂。我站在黑暗之中，听见自己的呼吸声越来越急促，然后走廊的尽头忽然传来了一阵咔咔咔的声音，像是轮子在地板上缓缓滚动的声音，是病床的轮子。我睁大眼睛死死盯着走廊的尽头，黑暗中一张老旧的病床自己缓缓地滑了出来，病床上的人身体被白布覆盖着，看不清样貌。但当他滑到电梯门口时，白布猛地掀开，他回来了。病床上的女人穿着破烂的病号服，脸色苍白，嘴巴微微张开，仿佛想说什么。她的眼睛是空洞的黑色，像是两个深不见底的洞穴。她没有动，只是直直地盯着我，眼神死寂而绝望。我整个人吓得瘫软在地，脑袋一片空白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一定是梦。我颤抖地喃喃自语。但更可怕的是，他的嘴角缓缓地裂开了一个诡异的笑容，接着他忽然张开手臂，猛地扑向我。病房还没结束，我惊叫着闭上眼睛，等着那冰冷的身体触碰到我。然而下一秒，电梯的灯光忽然恢复，空气中传来熟悉的公屋气味，我颤抖着睁开眼。电梯内只有我一个人，刚才的一切都消失了，门外是我住的楼层。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回房间的，整个人浑浑噩噩地锁上门，跌坐在地上。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这时我忽然想起邻居说的那句话，他以为他还没出院。难道刚才的电梯真的带我回到了他的病房？最后的诡异声音，那晚我整夜未眠。到了凌晨4点，我迷迷糊糊地坐在床上望着窗外，突然门外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哒哒哒，是脚步声，而且停在了我的门口。接着门外传来了一句极低沉的声音，还没结束，然后声音慢慢消失。但我知道他还在这里，后记我不敢再住下去了。几天后，我疯狂地找房子，甚至不惜违约退租，匆忙搬离了丽景村。当我最后一次经过走廊时，回头看了自己的房门一眼，那扇门的底部赫然出现了一道长长的抓痕，就像是有人曾经蹲在门口，用指甲一点一点地刮住门。离开后，我特地查了旧丽景医院的资料，
发现了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记录。当年确实有一名女病患因病情恶化在病房内自尽，而她的病房号码正好就是我当时租的单位所在的位置。